大家好，今天呢，我們一起来复習一下甲状旁腺啊。甲状旁腺呢，相对于甲状腺来講，它的學習內容就比較簡單一點啊，因為它不涉及到下丘腦垂體啊、甲狀腺軸這種複雜的調控和負反饋啊。那麼它呢，基本上是比較單一的一個內分泌腺啊，當然它也有負反饋作用這個機制啊。但是呢，比起甲狀腺來講啊，就沒有了那麼複雜的是吧？由上到下這個調節。但是這並不說明甲狀旁腺它的題就很簡單啊。其實呢，說簡單，但是呢，有的時候它會給你稍微怎麼樣，讓你不是很直接的能夠想通啊。那麼這個就會導致一個我們在做題的時候可能會就会被誤導啊，有的時候沒有把這個思路搞清楚。那麼今天呢，我們就着重來跟大家一起複習一下甲狀旁腺啊。那麼甲狀旁腺它最重要的功能其實就是調節血鈣啊。簡單講，甲狀旁腺越多啊，我們血鈣濃度越高啊，就是這樣。甲狀旁腺在哪兒呢？它就在我們甲狀腺的背側啊。我們人體呢一共有4個甲狀旁腺啊。這個甲狀腺我們知道它分左右2個葉啊，那麼在左側和右側各有2個甲狀旁腺。那麼這個解剖結構主要是針對於大家理解它的手術啊。甲狀腺的手術有的時候，因為你比如說要切除一部分甲狀腺，那麼有可能就會由於手術操作的一些問題，就把甲狀旁腺一塊就都切掉了。那麼這就會導致什麼呢？甲狀旁腺功能減退啊，從而產生一些問題。那麼甲狀旁腺它分泌的這個激素叫做甲狀旁腺素 PTH 啊。PTH 它為什麼可以讓我們血鈣增加啊？主要通過3個途徑啊。第一個呢就是鈷啊，它可以刺激我們的鈷釋放鈣和磷離子入血。那麼當然鈣入血呢就會導致高血鈣，是吧？磷入血會導致高血磷。那麼這個呢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血鈣，對吧？同時也增加血磷啊。那麼再看第2個結構呢，叫做腸啊，它可以增加我們腸道對於這個血鈣的重吸收啊，對於鈣質的重吸收啊，從而升高血鈣。那麼第3個器官是腎啊，它也可以通過腎臟的作用啊，導致什麼？鈣的回吸收增加。也就是說，鈣是它需要通過腎臟進行排泄排出體外的，但是呢 PTH 可以增加了这個鈣离子的回吸收，那麼就把它保留在你的體內啊，從而導致血鈣的增加啊。同時呢，它怎麼樣降低了血磷的回吸收，也就是說它排出了更多的血磷。那麼這個作用呢，就比剛才對於鈷質作用啊，釋放血磷入血這個作用要強大很多倍。所以呢，綜合來講 PTH 它會導致你血磷下降啊。那麼再有這個腎臟為什麼可以增加這個血鈣的回吸收呢？實際上是和這個叫做激活形式的維生素 D， 我們叫谷華三醇啊，是有關係的。這個大家如果有印象，是不是還記得啊？谷華三醇實際上是屬於腎臟的分泌的3種內分泌激素之一啊。腎臟雖然是個泌尿器官，但是它也是內分泌器官啊，它分泌腎素啊，分泌促紅細胞生成素，還分泌谷華三醇啊。那麼 PTH 簡單的來講，通過鈷啊、腸道和腎臟這3個器官啊，來達到升高血磷的升高血鈣的升高血鈣、降低血磷的這個作用啊。那麼當然它也存在負反饋調節機制啊，比如說當你的血鈣下降的時候啊，那你這個就會刺激這個甲狀旁腺產生更多的 PTH， 從而讓它上升啊，導致你的血鈣上升，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這就是負反饋調節。那麼下邊我們主要看一下在出現了這種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和甲狀旁腺功能減退的時候，分別發生了什麼啊？那麼當你出現了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的時候，比如說由於甲狀旁腺腺瘤啊，这是最常見的一個原因，或者是甲狀旁腺增生，或者是癌啊，都會導致它這個 PTH 分泌增加，那麼就會導致什麼呢？鈷質的重吸收回吸收。什麼叫鈷質回吸收？實際上就是釋放了這個鈣和磷入血啊。
那麼就相當於把骨頭給吸收了，骨质一吸收呢，不就骨头就变脆变軟，对不对？所以就相當于什麼骨質疏鬆，容易骨折啊，這就是因為什麼？你的骨被回吸收了啊，或者說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啊，這個甲狀旁腺素為什麼會導致高血鈣？這個高血鈣從哪兒來的？不是你吃了很多鈣來的，而是從骨頭上跑出來的，是吧？你 PTH 促進你的骨質的钙离子都出来了，你的骨頭上的鈣一少，所以就怎麼樣？導致了骨質疏鬆和容易骨折啊。那麼在腎臟上有什麼表現呢？它在腎臟呢，因為這種高血鈣呢有一種滲透利尿作用啊。血鈣很高的時候，由於它就成了一種利尿劑了啊，那麼導致你变尿很多啊。當然，它高血鈣对於腎臟實際上有一些損傷，所以你的腎臟會有影響的，腎功能會有影響。那麼在病人的表現來講，臨床表現就是多尿和烦渴啊，就老想喝水，渴得不行了啊。那麼对於胃肠道也有作用啊，那麼就會降低胃肠道的蠕動啊，導致什麼惡心嘔吐啊、便秘啊、腹痛啊這些症狀啊。對於神經肌肉的影響呢，有疲勞啊、無力啊，包括這種意識有點混亂不清啊，包括抑鬱啊這些。那麼如果你檢查這個 lab 的話，你會發現血鈣上升、血磷下降啊、PTH 增加。那麼下邊呢，咱們看看相反的方向哈。那麼当病人甲狀旁腺功能低下的時候啊，那自然他的血鈣就會下降，對吧？那麼什麼原因呢？最常見的其實是手術啊，手術誤切啊，你把這個甲狀腺的手術的時候誤切了甲狀旁腺，從而導致甲狀旁腺素的下降。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像自身免疫病或先天性疾病。那麼它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什麼？神經肌肉的表现啊。比如說有這種手和腳的麻木感啊，有這種肌肉的强直痙攣啊，包括癲癇發作、心律失常啊，最嚴重的喉痙攣啊 laryngeal spasm， 這是喉痙攣，這是最可怕的。喉痙攣會導致患者窒息啊，直接氣道受阻，所以這個是最可怕的啊。那麼有兩個特殊的體徵，咱們要知道，一個叫超斯戴克徵啊，当你拿手指去敲擊患者面部啊。這個面神經部位的時候，面部肌肉患者的面部肌肉會出現痙攣啊。那麼第二個超奏斯徵啊，超奏斯徵呢，就是當你用這種血壓計的袖帶啊去測患者血壓的時候，你會發現啊，當你袖帶充气的時候，患者的手啊這一側的手會出現痙攣的現象啊。這兩個徵的名字大家一定要記住啊，只要出現這兩個名字，超斯戴克徵或者是超奏斯徵，就意味着患者出現低血鈣了啊。在神經系統表現可能為焦慮啊，這種不安吶confusion， 包括這種癲癇發作哈。那麼它的 lab 會有什麼表現？就是血鈣上升、血磷下降。大家知道啊，血鈣和血磷乘积是固定值，所以当一個值高的時候，另外一個值一定會低啊。也就是說，高血鈣一定伴隨低血磷，而低血鈣一定伴隨高血磷啊。當然，它的 PTH 是下降的。所以呢，对於這個甲狀旁腺功能來講呢，其實我們主要把這個它在血鈣上的這種調節啊，尤其是在骨質啊和腎臟這兩個方面啊有什麼影響，把這個記住，我覺得呢，基本上應該說對於我們恩格萊斯考試差不多夠了啊。那麼下邊有一點這個一些 nursing implication 啊，包括 nursing。這個對於兩個甲狀旁腺功能康健和甲狀旁腺功能低下，需要有一些哪些護理的，我們需要處理的措施包括一些重要的點，大家可以都看一下那麼今天呢，有關甲狀旁腺功能，我們就介紹到這兒。好，歡迎大家點讚、訂閱、分享。